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啊，直接就给大伙儿带来一个《西游记》啊 ，FC 西游记啊，其实它官方的名字呢叫《西游记世界》啊，是一个小日子啊，不用说啊，绝大多数都是小日子做的游戏嘛啊，《西游记》呢和三国都是啊，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全世界，尤其是咱们这个亚洲啊，很多国家都非常喜欢看的名著啊，咱们国家也一样的。那这个游戏呢，是小的时候我认为特别经典。我虽然说没有这个卡带，但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他家就是有这个卡带。那这个卡带呢，当时我哥们儿能玩到最后一关，但是呢，由于不会迷宫，以导致呢内分泌失调，最终呢是过不了。但是这个游戏呢，想打速通啊，确实是这个依靠咱说句实话，依靠技术，依靠套路啊，依靠游戏的经验。再加上你看，很多人说这个翻译看不懂，但是大体上啊，就是什么是血量，什么道具还能懂一点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剧情、对话还有走迷宫，你不懂那没办法。操作者呢是咱们的这个菲尔啊，给大家伙表演的。那么他是破了这个速通的记录。我之前解说过 TAS 的速通记录啊，这点呢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。但是 TAS 呢跟人脑不一样，这次人脑平台记录呢是快了10秒钟。13还是16秒钟，我忘记了啊！之前呢咱们是13分钟10几，现在是13分钟0几应该是10多秒钟吧啊！它整体来讲呢，其实呢就是说，在很多细微的地方啊，你像这种地方，它直接利用受伤啊，可以直接往前走啊。很多人说问吃这个金币什么用啊？吃金币的话呢，不用多说，第一呢是可以买道具、买装备，是吧？但是说很多人说，那你不吃行吗？这个游戏如果要是说你想要打的话呢，这个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啊，这个按照其他人说啊，我要那个金箍棒，我要升级武器，我要升级装备，这么玩行不行？按照咱们菜鸟玩家是可以这么玩的，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速通玩家来玩呢，他是一定要去秒杀 BOSS 的，就要用这个刚开始佛祖用的这个小件儿啊，对吧？给你这个小件儿呢，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小件儿去打秒杀，懂得都懂啊！之前我也是解说过啊，然后我也是解说过各种进的，比如说就是初始武器不用作弊，全程就是最弱武器啊，然后用正常的方式去打最后的 BOSS， 你快进都得有个1-2分钟吧，你可想而知啊，那真的是没办法，那个 BOSS 他的防御力啊，因为都是防御的，比如说血嘛，它跟防御力就没什么关系了，就血高，然后你的攻击力可能一点，如果你吃了金箍棒啊，是吧？那可能就是10点了啊，就这种感觉啊。当然这个不是很确切，具体来讲呢，其实这个游戏啊，这个真的是很经典，我还有幸解说过啊，当然我说的有幸是加引号的《西游记世界2》但是那个游戏呢是纯牛马纯牛马的游戏啊，就不用说啊，就非常嘚儿，这个嘚儿到什么情况呢啊？我只能说，就完全，它还不如就是说，你哪怕你把这个游戏重置一下，改一改地图，对吧？你整一下，换一换皮，你2代就完全就没法玩，不好玩啊，就纯牛马游戏啊。然后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啊，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道具啊，比如说想要速度快，咱们可以好直接就转死啊，这个就是我说的啊，这个用这个小件儿，然后呢咱们可以撇一些道具嘛直接就是秒杀啊，包括后面的很多 BOSS 都可以秒。同时呢跟大家伙讲，它这个道具。包括装备的话，你像这个可以在空中漂浮的这个，但是它也是慢慢往下滑啊，漂浮的装备，然后还有盾，还有这个武器，是吧总体来讲就是这个情况。然后还有一些，你像这个咱们的身上这个扇子啊，这个扇子也可以说是火扇，什么芭蕉扇，反正怎么行。但这游戏好有意思啊！好，看看一顿续，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正常的普通攻击的话，它的这个伤害已经是很低了啊。这个可以给自己升级刀，然后这个刀的话也能升级非常的多啊，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这个要用普通的这个原始小件去秒。可以看到这个鳄鱼长得非常可爱啊，一副睡眼。好，一下就秒。这个睡眼是什么意思啊？睡眼就是看着眼睛挺大，但是感觉就有点困。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啊，我以前有好多的同学眼睛特别大眼睛双眼皮儿，但是呢就感觉无时无刻感觉好像他熬了好几天夜要睡着一样，真的是有这种啊，有点像那个绿色那个青蛙啊，对吧？但是我并没有死人的意思啊，因为我本人眼睛不是很大，还是单眼皮，所以说我比较羡慕那种眼睛大的啊，是吧？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啊，这个就非常的皮啊。但是我眼睛虽然说很小，但是也不是特别小了啊，因为最开始很多人说我肥狼小，
是因为呢这个肥狼嘛，显得眼睛更小一些啊。据说不光是眼睛啊，比如说如果人肥的话，在身体的另一个部位也会显得非常的小啊哈。但是我减了啊，我是吧？这个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当然了，这个情况，我眼睛已经没那么小，这个现在看起来还是原始很大的。好，还剩最后一个鸟，直接一刀续死，跟你扯这个逼事儿啊。好，小和尚他每次啊都会告诉你怎么走，就是他每次一过关，告诉你最后的迷宫啊，你怎么这么走，那么走，那么走，这么走啊，对吧？这个如果你不会走的话呢，既然是迷宫啊，那就很难受了。所以说小的时候玩游戏啊，为什么会分为日版和这个美版啊，或者日版和世界版？世界版其实跟美版你也不能说不一样啊。你比如说是日版的话呢，就是第一是日文，第二呢它机台大多数是双人机台啊，大伙儿能懂我的意思吧？美版的话呢会多出一个3人机台，再加上就是全程用英文，英文的话呢比较通俗。做游戏的话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语言包之类的，虽然说后面很多的游戏都可以选那个选，但是呢以前是没有的。以前的话呢咱们就说好，铁扇公主一下就死，再见，拜拜。抱金币得了啊，还给他唠嗑呢啊！但我管他叫铁扇公主啊，其实是什么妖怪咱不知道啊。好，当然呢，跟大家伙儿讲的这个说的就是啊，你像恐龙快打日版就是双人，美版就是3人啊，对吧？是这个情况，有的是3人版，有的是4人版啊，对吧？3人的机台在这个美版是比较常见的，有的时候4人版的名将啊，对吧？大伙儿也知道，但是呢，后来咱们国产游戏啊，比如说咱们这个中国台湾的这个 IGS 游戏，好，这就是这个漂浮的鞋可以在空中滑翔，然后在空中直接就有一个特殊的这个隐藏地图，然后马上跳起来，为了速通嘛，这个懂的都懂啊，赶紧就打 BOSS 啊，直接一火。为了秒杀什么金箍噜棒啊，不要啊，就是普通件啊。当然刚才咱们也说了嘛，这个除了这个但是咱们国家做的游戏呢，大多数都是国语配音，比如说《三国战记》《西游释厄传》，但是呢有很多东西也是啊，比如说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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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urry Up 啊，比如说这个 Game Over 啊，是吧？这都是吧？这没办法。包括现在的网游，咱们国家的这个，比如说王者荣耀，他也没办法，他也得 Double Kill 啊，什么 Pentakill 对吧？可能比较有气势啊。那个你要是用汉语就配音，好像没有啥气势，就总感觉有点不高端的感觉。这个咱不是说崇洋媚外啊。对吧？这个也没有说非得怎么样啊。你像这个可能就是风格，游戏上的风格，可能它确实是啊，这个在原本我的认为上啊，这个可能就是确实是你要是用1杀、2杀、双杀、3杀、5杀啊，虽然说非常有气势，但是呢，它配合这种游戏啊，它风格就不是很好。但你配合像三国、西游，如果要配上这种游戏。对吧？那就比较好了。你像三国杀，是吧？你用英文那就不爽了，那必须得是吧？什么万军旗手，什么这个疯狂屠戮啊，什么，包括还有一些人物的配音，那肯定啊，那肯定还是吧？它不同风格的游戏还是确实是没法说。你就包括还有这个漫画，对吧？这个漫画做的动画片啊，也是对吧？小日子的可能配音最好一点啊，原汤化原食的属于是啊。咱们国产的动漫也是要用咱们国产的这个配音也比较好一些啊，这个就比较适合。好，直接一撇，人家还没出来呢，直接就秒了，这太赖了啊！好，这个都是这个并不是什么特别的 bug 啊，它这个游戏就是一般玩过人都知道啊，就是都知道这个意思啊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说咱们菜鸟玩，那就没必要。速通的话，你必须要依靠这招啊。你要知道，正常打这个 boss 得多浪费时间啊，那没有个对吧？没有个20-30秒你打不死的，对吧？啊，即便你手法再好啊，反正就是你就是要秒啊。好，来看看。全程就是这个鞋的漂浮，我觉得特别好啊，对吧？特别快。你要正常走，虽然说很多人觉得正常走挺快的啊，是快不假，但是有小兵，对吧？这种情况就不太好。好，直接隐藏地图，直接往下一落，你看，小蝙蝠追着走，但是不怕。
火焰山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好，飘到各种小问号啊，各种小隐藏的地图、隐藏商店。好，直接再跳第2个门不进，然后第3个门，好，直接进，一下就死。猜我都猜到了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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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来看看直接过图啊，这就相当于过关了啊。然后就是整个游戏的最后的关卡，最后的关卡呢看起来很浪费时间啊，但是其实BOSS 不用多说啊，2个变身直接打就行。然后但是你如果说按照这个，你要是说去走图的话，你看音乐变了啊，它不是那个正常的那个丛林的音乐，就是那个音乐，它变成了一个比较中二的这个热血的音乐啊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标志啊。看到它这个标志啊，然后怎么样，下去之后怎么走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下去之后可以看到有一个过场，垂直落地就行，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，它追不上咱们的啊。好，走右边再走左边。好，跳的话呢是为了勾引一下这个小恶魔，然后赶紧走，垂直向下啊，不往左走，然后落地一半直接往右。这个它是根据这个好，这是什么妖怪啊？直接全屏震，然后赶紧跳上去，左跳右跳，这个没办法，浪费时间啊。这个左跳右跳，如果要是在速通的过程当中，一个不小心掉下去了啊，比如说操作的时候没操作好，好再上去左跳再右跳，这个地方必须要经历的，没有办法啊。好，直接一跳上来，往右一走，不用管啊！哎，这个地方其实浪费了将近1秒的时间，我感觉。全屏震，必须要进这个门啊，咱们才算是真正的去打这个 BOSS。一刀就死，扯这个事儿。全屏震落地，感觉这招确实猛啊！有这个还扯啥呀啊？好，直接往左，不往上走，这有标志啊。这个是龟仙人吗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传说中的龟仙人啊。好，地图变成了一点背景火红色，有点东西啊。进屋吧 ，OK， 看看第1形态，然后再看看第2形态，直接震死。通关 ，OK， 这也太快了啊！这13分钟，这都没法解释了啊！泰森的弟弟叫太快啊，属于是啊。OK， 那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《西游记》世界1代的速通啊，这是人脑平台上最快的记录啊。但是呢，是记录上最快的，可能有更快的记录呢，并没有把这个录像发布到平台上啊。之前我也解说过啊，具体哪个快呢，我也忘记了啊。不过在这里呢，也是感谢菲儿给大伙儿带来的精彩表演，同时感谢大伙儿的收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